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今天是大年初一啊，是一个阖家团圆、全国人民最幸福的日子。那2023年呢是羊年，在这里，安迪祝大家羊年幸福，身体安康，财源滚滚。刚好在这个天气比较冷的日子呢，希望大家多吃羊肉，然后才拿出力气来。共同的把困扰了我们这个3年的一个懒羊羊也好，沸羊羊也好，给它赶走，把我们的名字改成杨过、杨康。OK， 在过去的2022年，感谢各位小伙伴对我的不舍弃、不抛弃、不放弃，以及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新的2023年对我的不离不弃。我的频道主要是为大家带来一些免费的好用的一些东西啊，包括这个TikTok， 包括这个 VPN， 这个科学上网啊，包括一些这个好用的软件的一些分享、电脑知识等等。未来呢，还会免费的给大家奉献一些这个免费赚钱的项目。OK， 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如何科学上网的一个方法，就是从这个零开始啊，怎么样子学会科学上网。OK， 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大家都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也确实很精彩。那我们想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呢？现实当中，那我们必须人要买好机票，带好护照，护照办好签证，然后我们出国去看一看，对不对？那在网络世界来讲的话呢，我们在现有国内的法律体制下啊，在监管之下呢，我们必须搭一个梯子，然后爬到这个比墙高的地方，才可以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国内呢，对于翻墙这个词非常的不感冒啊，包括你带有 VPN 的一些这个字眼，有可能都会被屏蔽啊。就像是这个现在很多人在网上讲这个某宝、某度、某奇异等等啊，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带个某字，对吧？那翻墙这个词呢非常敏感，但是在国内呢被各位小伙伴给它改了名字，美其名曰科学上网。那么如何科学上网呢？方法非常多，有这个自建节点的，有这个下载软件然后导入这个机场节点的，有这个利用这个VPN 软件直接来翻墙的方法非常多。今天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带来2种最简单的方法一种是那个 VPN 的方法，免费 VPN 的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通过软件导入节点的方法，教大家如何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个科学上网。其实想当初我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不会，两眼一抹黑啊，我还到处打听这个谁会，能不能教我。OK， 那今天呢，我就把压箱底儿的办法给大家毫无保留的奉上。OK， 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第一步，就是先用这个某个 VPN 来做一个演示，然后再用一个 VPN N 这样一个软件导入节点的方法，分别给大家作为演示。OK， 我今天要给大家演示的是这个激光 VPN 这个是激光的英文单词也是这个 VPN 呢，也是我一直在用的。当然我是买了 VIP 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作为一个 YouTuber 来讲的话呢，需要稳定的节点不要这个变来变去，这个谷歌非常不喜欢，大家都知道节点跳来跳去的话呢，它经常会让你这个做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验证什么东西的比较麻烦。OK， 那这里是网址我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打开浏览器这个就是它的官网，那这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标志。那这一边来讲的话呢，支持这个安卓的，支持 Windows 的，支持这个 macOS 的。那么手机 iOS 的呢，苹果手机的呢，目前还在开发当中。那么大家想用的话，对于你的版本打比方，你想在电脑上来用这个软件，
你就点这个地方 download 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啊，安装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安装完成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OK， 我现在已经是连上的了。当然我是 VPN， 大家看到我这个 VIP 会员呢，还有155天。OK， 那假设不是 VIP 会员呢，这个 VPN 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啊，可以免费使用的。它这边是它的一个菜单栏首页，然后你的账号，然后设置这些东西啊，版本信息什么东西的啊。那我们在上网之前呢，这边有一个智能模式和全局模式需要设置。那它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智能模式就是说，这个你在浏览器上啊，用国内的网址的时候呢，它就用国内的流量；用国外网址的时候呢，它就用国外的流量。OK， 那这个全局模式，所谓的全局呢，就是说你所有的，不管你是什么网址，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它全部用全局模式。那当然的话，用这个模式来讲的话呢，你用国内的网址有可能就打不开了啊，有可能打不开了。那在这个地方要链接的话呢，我们这下面有一个线路啊，有一个线路。当然这个是我 VIP 的一个线路。假设你不是 VIP 的话 ，OK， 那你注册不注册会员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免费线路啊。我还不知道现在免费线路有几个啊，应该是数量不多，然后速度不快。那么 VIP 的线路呢就非常多啊，非常的多。大家看到有这么一些线路，它每天会更新。那这一边是它的一个信号，就像手机信号一样啊，信号好不好都在这里。我们连的话当然是连最好的信号。那建议大家的话呢，假设是上网看看一些资讯呐，查查资料，看看视频什么东西的话，那这一些这个节点大家都可以随便选啊，随便选。哪一个都可以，哪个信号好就选哪一个。那假设你是一个 YouTuber， 或者说一个在外网啊有一些这个固定账号，然后做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固定线路啊，就是固定线路。你不要今天这个搞港深，明天搞新加坡啊，你不要一会儿这个选这个港深的线路，一会儿选这个新加坡的线路。啊，一会儿又选这个大阪的线路啊，再一会儿又选这个洛杉矶的线路啊，这样的话，这个 YouTube 非常的不喜欢啊，因为它会检测到你这个有异常的流量啊，你的网络有异常的流量，因为你同一个账号登录的话呢，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啊，那不可能跑那么快的，对不对？你坐飞机也没那么快，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性的问题。OK， 那这一边你选择的网络的话，打比方你选择新加坡，那么新加坡的这几个线路呢，你在一天之内呢，你是可以随便换的啊，这个没什么关系的。那你不能说新加坡一会儿换到港深，一会儿换到大阪，这就不行啊。那同样的港深也是一样的，这几条港深的线路你一天之内啊可以随便的换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地址是在同一个地方的啊，是在同一个地方的，至少是在同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那么它的最多也就是城市不同而已，对吧 ？OK， 当我们选择这个线路以后呢，就点一下。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给它断开。断开的话呢，我们打开这样一个线路。那打比方，我现在就是要连这个港深08，因为它信号最好，排在第一，对不对？那我就点它一下，点一下这边连接中，那马上就连接了。这边显示 VPN 已经连接，对吧？连接完成以后的话呢，本身在连接之前啊，你对你的这个本机的网络来讲的话，不用做任何的设置，不管你是连的 WiFi 也好，还是连的这个网线，都没有关系的啊，都没有关系，只要你电脑本身能够上网就可以了。那么经过这个 VPN 这样连接以后呢，那你就可以直接这个上网啊。那我们这个打开谷歌，那也是可以的。OK， 这个谷歌里面你随便对吧？你随便搜索什么东西的，对不对？都是没问题的。OK， 这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包括你打开这个推特，对吧 ？OK， 打开这个推特都是没问题的。包括你的这个 TikTok 啊，你都可以正常打开。哦，不好意思，我选错了啊，选错了。香港那边是 TikTok 也是封禁的啊，也是不允许用的，所以说这个是打不开的。那你要打开 TikTok 的话，你必须换一下节点啊，换国外的节点。
OK， 那有图补更不在话下啊，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呢，都是可以正常播放的，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速度来讲的话目前的速度去到15000啊，每秒15兆啊，每秒15兆，现在去到每秒18兆，就是18000开的一个每秒的速度。这个速度来讲的话呢，随便打开4K 是没问题的。当然，我这是一个 VIP 的一个速度啊。假设你是用免费线路来讲的话呢，估计就是几千开吧，可能最高就是几千开。我很久没试过免费线路了啊。对于这个激光来讲，我很久没有试过免费线路了。OK， 这是这样一个 VPN 的使用方法啊，使用方法。也就是说，你只要下载了这个 VPN 的话，那你就算是不是 VIP 会员，那它也有免费的会员给到你使用啊，长期的使用的，长期使用，只是说速度稍微慢一点，可能线路稍微少一点。那 OK， 我们把它关掉。那我们现在来演示第二种啊，第二种我们用这个 V2N 这一个软件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那在使用这个软件之前的话呢，当然你首要的必须要先下载，对不对？要下载这个软件 ，OK， 这个网址在这边啊，这些网址等一下我都会在视频下方做一个免费的分享。那到这边以后的话呢，你就到下面来下载就可以了啊，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啊。下载完了以后呢，解压安装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我就不做演示了啊，不做演示了。OK， 下载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打开它。OK， 双击打开以后的话呢，它这边就是一个服务器订阅分组设置重启这一些东西大家自行研究一下，自行研究一下。这个是我之前是已经导入的一些节点啊，导入的一些节点。所谓的节点呢，就是一个通道，就是一个通道，就像你开车在高速路上走一样的，是2车道还是3车道，你选哪一车道 ？OK， 那这一边的话呢，是一个服务器啊。它可以添加一些这个各种协议的一些服务器。那大家看到，那这边是从那个剪贴板导入这个网址，这边是扫描二维码可以导入网址。那这一边是它订阅的一个分组啊，一个分组里面有很多节点。那这个设置来讲的话呢，这个参数啊、路由设置啊、全局热键设置等等啊，对于这样一个V2N 的话呢，我也有专门的一期节目来讲解它啊，专门有一期节目来讲解它。OK， 既然要这个节点来开销上网的话 ，OK， 那这节点哪里来呢 ？OK，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浏览器的一个无痕模式啊，我现在就是在无痕模式之下的，打开这个网址 ，OK， 这个网址我也会分享给大家。打开以后，我们点这个地方 ，OK， 点一下以后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实际的流量给到你，然后有一个 ID 号给到你。那么在无痕模式下呢，你每打开一次，它就会给你另外一个不同的 ID 号给到你实际的流量。所以说，这个实际的流量你可以永续的白嫖下去啊。然后到这边以后呢，我们就点这个 Copy your link， 然后复制这样一个链接。复制完链接以后，我们在服务器这边直接从剪贴板导入批量的这样一个 OK， 这边成功从剪贴板导入一个服务器，导入的什么服务器呢？那就是这样一个服务器，那这个是刚刚导入的，这个是刚刚导入的 OK， 导入完了以后，那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然后 Ctrl 加 A 全选。全选以后，我们点右键点右键以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一键测试延迟和速度 OK， 我们测一下。测一下的话，这个地方是它的延迟啊，这个地方是它的延迟。那大家看到这边有红色的307，有-1，然后有绿色的66什么东西的。那307跟66这些有数字的，表示说这个可以连上的啊。这个绿色的就是信号比较好，延迟比较短的。那么这有-1的呢，有-1标示的呢，就表示这个节点目前是不能用的啊，不能用的。那么后面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速度啊，是它现在的一个连接速度，测出来的一个连接速度。OK， 打比方这个是6.2兆的，那我们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用这一个给它连接一下。OK， 我这个给它断掉了，对。那我们就试一下这个节点啊，要怎么用呢？我们右键点击它，那第一项设为活动服务器。OK， 我们设一下，设一下以后，前面这个地方有个标示，对不对？标示，然后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呢有2个选项，一个是系统代理，然后一个是这样一个漏油啊，它的选项。那么漏油它有3个，一个全局，一个黑名单，一个绕过大漏。那我们正常都是选绕过大漏的啊。然后这边清除系统代理呢，我们点一下，我们要连接就选这个自动配置系统代理。OK， 我们自动配置一下。配置代理以后，大家看到啊，右手边这一边已经有这个当前服务器真连接的一个延迟是409毫秒，409毫秒。OK， 这个表示已经连上了啊。好的，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浏览器来看一下啊。打开浏览器，我们登入 YouTube 看一下，测试一下这个节点的速度。OK，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OK， 这里有个广告啊，我们跳过广告。OK， 现在这个 YouTube 视频已经开始播放了啊，现在是一个8K 的视频。OK， 我们点击一下，看看它目前的一个速度。那目前的速度是59000的一个速度啊，59000什么意思呢？每秒就是59兆啊，59兆。现在是55000的一个速度啊，速度是非常快的。现在的速度去到94000啊，假如说这个节点非常的 OK， 毕竟是免费的节点，能达到这样一个速度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啊。OK， 我们再快进一下啊，目前的速度去到100多兆了。这个速度非常的 OK 啊 ，OK， 我们关掉它。现在测速都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速度，是每秒多少兆啊？打比方1.6就是每秒1.6兆啊。大家看到这很多 OK 的节点，这里有个4.9兆的啊，4.9兆、4兆的也是非常快的。这个8.3兆的一个啊，非常的快啊。打比方这个8.3兆，我们来试一下。OK，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给它设为活动服务器。OK， 我看看这个8.3兆的它最高能跑了多少。好的，我们再来打开这个浏览器啊，继续用刚才这个视频来测试。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OK， 目前是56000的一个速度，我们快进一下啊，速度去到7万多。免费节点来讲的话，这个速度都是非常满意的啊，都是非常满意的了。正常来讲的话，上到1万的一个速度都是非常的 OK 了。正常看 1080P 呢，什么东西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好的，在这里的话呢，我演示了2种方法，一个是 VPN 的方法，一个是这一个 V2N 的方法，当然都是免费的啊，免费的，这个节点也是免费的。那通过我刚才的办法呢，大家可以长久的白嫖。OK， 那在这里谈到一个话题呢，就是说，那在国内的话，使用这个翻墙到底违不违法？很多小伙伴会担心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在这里明确的告诉大家啊，根据国内的法律监管来讲的话呢，这个科学上网是违法的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但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这个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然后包括我在内啊，没有说去被这个 police 去请到那边去喝茶呢？对吧？那这是有一个原因的啊。其实我们用这样一个方法到外网去看看的话，科学上网去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来讲的话啊，我们只要遵守国内的法律跟国外的法律，包括网络环境的一个监管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合法的使用这个东西啊，不要干坏事啊，不要干坏事。我们只是这个上网看看资料什么东西的啊，这个东西的话呢，目前啊，它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啊，灰色地带又管又不管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在很多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国外贸易的啊、国际贸易的这些啊，他们都会用到这些东西。假设全部禁掉来讲的话呢，那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做了。其实说白了啊，中国来讲的话，不管你用什么网络来上网，都跑不掉这个
电信、移动、联通啊，包括这个其他的长城什么，各种宽带的一个服务商啊。其实你这一边来用这个科学上网来讲的话呢，那边监控的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因为现在的网络技术手段太强了，太强了。你不要这个抱一个侥幸的心理哦，这个 VPN 啊，包括这个什么节点来讲的话，可以伪装这个国内的流量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啊。我劝你这个打消这个想法，放弃这个想法啊，放弃这个想法。你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个网络监控着的啊，包括这个网警时刻的监控的这些东西的，包括他们的网络运营商，他们都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啊，是访问了哪些网站，在这些网站上干了什么事，其实他们清清楚楚的。说白了，我们就是合理的这样一个科学上网，不要这个逾越法律的红线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在这边呢，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那这期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啊。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请帮我点赞关注，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